谢谢院长的介绍，也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跟侍奉神。在开始，我要献一首诗歌：耶稣基督是我一切。耶稣基督是我一切，生命喜乐珍宝，他是我的随时力量，离他我必跌倒。当我愁苦来救耶稣，无人使他如此安抚，使我欢喜，走一小径，他是我有。耶稣基督是我一切，极难之事良友，恩上加恩难以计算，因我时常祈求。主赐日光，又赐甘霖，且使天河丰富如今。日光甘霖，丰富如今，他是我有。耶稣基督是我一切，我当忠诚相待。主对我是何等诚恳，其人不负他爱，不足后尘方得安息，因主昼夜眷顾垂听，愿随主心，昼夜听命，他是我有。耶稣基督是我一切，世外别无爱慕。我心来主，终身不渝，无论遭祸与福。得失良友，人生丰美，与主亲近，灵命充沛，永生喜乐，无穷恩泽，他是我有。这首诗歌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这首诗歌曾经是我想过，在我追思礼拜的时候要请大家唱的故人喜爱的诗歌。不过这是65年以后的事情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跟赞美。我们何等有福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。他为我们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不单为我们的罪死，也为我们复活，彰显神的大能，叫一切相信他的要从死里复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爱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是丰盛的，让我们在基督里是有目标的，是有方向的。主啊，求你今天向我们说话，透过你说的话，主你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让我们紧紧跟随你。谢谢恩主恩待我们这一段的时间，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是跟随耶稣做主门徒，这个对我们来讲大概都是很熟悉的一个主题。那我用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0章37到38节，耶稣说：“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
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冯院长是十字架福音的专家，所以这就交给冯院长来讲。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，我们怎么样做耶稣的门徒。我们来看前言，成为主耶稣门徒的4个条件。我曾经用让全世界都知道的课程来帮助在我们教会实习的神学生。我说你来我们教会，你是要当学徒呢，还是要当门徒？他不晓得要怎么回答。后来说，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课程，看过之后你再回答。他看过之后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好像没有资格当耶稣的门徒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不明白牧师要给你的信息跟教导？那是要让我们看见跟随耶稣基督具备的条件。我们现在没有关系，看到了、明白了，我们就应该要跟上了。这4个条件，第一个是过群体的生活，第2个条件是熟读圣经，第3个条件是效法主耶稣，第4个条件是热忱深度的委身。为什么要这4个条件？基督徒如果是独自一人，他学耶稣、跟随耶稣，他跟别人合不来，那是很大的危险。我们看到当时耶稣呼召门徒，为什么要呼召12个人？耶稣有他的目的，这一群人都是团体生活的，他们一起来跟随耶稣。他们对圣经也是非常熟悉，因为犹太人他们从小就读圣经、抄写圣经、背圣经。那他们要跟随耶稣，他们原先对耶稣的认识是拉比，是老师的认识。后来他们经历他是主，等一下我们会来提到。再来对耶稣要热忱深度的委身，因为跟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现在跟，等一下会不会跟？今天跟，明天会不会跟？其实我们会看到，耶稣的门徒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刚强、那么强壮、那么信心，但是神却让我们看见，耶稣为什么拣选这样的人来成为他的门徒，影响全世界。神不是找世界的佼佼者，神是找人看为软弱的，人看为没有学问的，人看为没有知识的，他却成为神手中的器皿。今天要跟大家，这是我这次礼拜天请了一位讲员到我们教会讲道，结果他就写大纲，我就把它放在周报上面。我们弟兄做完礼拜就跟我分享，牧师，请你也把你讲道的大纲放在周报上面，免得我们一直在抄，就忘了听你在讲什么。所以就学习。所以无论当牧师多久，侍奉神都在学习。所以我感谢主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有4个要点：第一，相信耶稣受主呼召和认识主；第2，效法主耶稣受试探得胜的秘诀；第3，效法主耶稣服侍的态度和心智；第4，领受主耶稣差遣遵行大使命。第一，相信耶稣受主呼召和认识主。我们不是犹太人，耶稣也不是我们当中的拉比。当我今天听到人告诉我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相信耶稣，是不是我就认识耶稣？我们会看到在圣经里头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不是传宗教，第一个他是传天国的信息。他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一个新的国度是神的国度来到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你们预备你们的心回转，如何来接受这个新的国度的来临？”耶稣传讲是一个新的国度。然而，我们常常对神的敬拜、对神的那种崇拜，往往跟耶稣所讲的是不一样的。耶稣讲的是让神真实在人类的生活当中来掌权，让人相信神、认识神、信靠神、跟随神，按着神的话、按着神的命令来生活。天国指的是一个生活的状态，是神掌权、神的话运行的一个状态。我们看到耶稣来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当然就是传讲天国的信息，
再来，他呼召门徒。耶稣呼召门徒不是叫他们拜拜，耶稣呼召门徒是叫他们来跟从我，要这群人来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。难道他们跟随耶稣就真的认识主了吗？我们要常常问自己：我信了耶稣，我是不是真的认识主？曾经有个小孩子问我说：“牧师，请问你有没有看过耶稣？”哇，这是好问题。他爸爸听到，两咖啡洗，你不要吵牧师。我说你儿子很聪明，他问好问题。要怎么回答这个孩子？你有看过耶稣？你如果真的是跟随耶稣，你熟悉耶稣的话，你每天活在耶稣基督里，你会很容易回答。耶稣说：“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”耶稣对那遵行他命令的人要向他显现。我回答这个孩子，他才幼稚园大班，哇，听说这孩子就非常认真在读圣经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影响力很大，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一生败坏，也可以因着一句话造就一个人的一生。耶稣呼召门徒说：“来跟从我，跟从我。”耶稣让他的门徒来经历。在路加福音第5章，这里有记载一段：有一天早上，耶稣一大早就到海边，那时候彼得跟他的兄弟才收网。耶稣叫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。彼得听到耶稣这样讲，他就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手。”但他说：“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了。”当他把网一下去之后，要拉，发现捞不上来，赶快再招呼另外一艘船，2艘船把那鱼捞上来的时候，船都快要沉下去。满载。这时候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，彼得说什么？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从夫子到认识主，需要经历。我们对主的认识不是知识头脑的一个认知跟跟随，我们需要有真实生命生活的经历，我们才会认识他。人认识神，才会知道自己原来我是不配的，原来我是蒙恩的。我们看到，第一，相信耶稣，受主呼召和认识主，所以经历他，认识他是主。第2方面，效法主耶稣受试探得胜的秘诀。圣经上在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开始就记载，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，接受魔鬼的试探。当我们提到试探，让我们感觉试探不是好的，但是圣经为什么记载是圣灵把耶稣带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？神的心意怎么会是这样，跟我们的认知不一样？我们要知道，凡物都是神所造的，坏人、恶人也是为患难的日子所预备的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，去认识他，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。耶稣在传道之前，圣灵带他到旷野去做这3个试探。第一个试探，把石头变成食物。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禁食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接下来圣经上提到什么？那试探人的近前来。注意看圣经的记载，什么时候会落入到试探？什么时候会遭遇到试探？就是当你在最软弱，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，那试探的人就近前来，被他说什么？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将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试探人的他要的是什么？让你彰显你的能力，让你证明你的身份。耶稣需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吗？不需要。我们传道人要证明我是传道人吗？你如果真的是跟随神，你就是传道人。有人会对你瞧不起，有人会对你任何的看法，有人会对你批评。就像恶者试探人来说，你若是传道人，好，那你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。
禁食40昼夜，肚子饿了，民生问题重不重要？非常的重要。再不下去就怎么样？就死了。我一个好朋友，他的女儿前天过世，因为他得了厌食症，才20几岁，真的饿到他身体受不了，心肺衰竭就死了。民生问题重不重要？重要。那试探人进前来，当然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规模，是一个原则，我们要了解。耶稣说什么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告诉我们要依靠神，依靠神的话。耶稣在传道的时候，带着他的门徒，有一次面对一个少年官来问耶稣说：“我要做什么？夫子，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着永生？”耶稣告诉他：“你要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周济穷人。之后你再来跟从我。”那个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就讲说：“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。”接下来彼得就问说：“主啊，我们放下一切来跟从你，那我们要得什么呢？”你有没有问过主？主啊，我放下一切，我来跟从你，那我要得什么呢？现在当神学生，大概你没有感觉。当你到教会去侍奉的时候，你还有家庭，还有孩子需要照顾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一个试探，其实它不是试探，这个需要就来了。我侍奉神，我要得什么？现在台湾很强调的是劳基法。你知道传道人在教会里头受到什么样的接待吗？用劳基法。你传道人到教会里头去侍奉，你要跟他谈劳基法吗？当我们教会用劳基法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们执事会主席，你要注意一件事：你们用劳基法来接待传道人，如果传道人也跟你们谈劳基法的时候，下午5点以后你们就找不到传道人。一个礼拜工作40个小时，一天8个小时，8、5、40，传道人周休，礼拜天就另外请人。我们传道人是不是因为国家的法，我们接受这样对待？其实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试炼，也是一个试探。我的心是在侍奉神，还是我的心是找一个工作，只是为了要糊口？传道人的心是非常重要。我们看到耶稣受到第一个试探，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提醒，这是非常现实面的。第二方面，撒旦又把耶稣带到殿顶上，要他跳下去，对他说：“经上记着说。”因为耶稣用经上记着说，撒旦也用经上记着说。所以，我们跟随主的人，如果圣经不熟，会被魔鬼撒旦骗得团团转。你知道这个经文非常要命。我们在读圣经也是这样。撒旦对耶稣说：“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”3次提到你多重要，你很重要。你看，你只要跳下去，你看上帝一定会保护你，让你免受灾难。传道人也会受这些试探。当有能力行神迹，当有能力能够医病赶鬼，你会不会把自己高拱？小心这样的试探。你会看到耶稣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，耶稣差遣70个门徒出去传福音。耶稣给门徒要差遣出去的时候，一定会给他们权柄，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，赶除污鬼，然后传福音。这70个门徒回来之后，他们好高兴，他们就在那里大主会议，有70个门徒。好高兴，他们说什么？连鬼都听从我们。哇！在教会侍奉有恩高，在教会侍奉有权柄，在教会侍奉怎么样？有能力，有恩赐，好不好？哇！我教会要复兴了，
我会成为一个大牧师，因为我话一讲出去都有能力，都有恩膏，医治病人都好，连鬼都服了我们。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？不要因鬼服了你们高兴，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高兴。耶稣一直在教导他的门徒，让他们很清楚知道是侍奉，不是工作。我们常常把侍奉跟工作搞在一起，侍奉会不会累？会累。工作会不会累？工作更累，因为那是灵力、体力各方面的付出。因为当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已经在侍奉了。工作是让人看的，侍奉是你从内心里头对神的敬畏，你受他的呼召，你愿意把你的生命奉献给神，献上的一个服事。再来第三方面，魔鬼撒旦把耶稣带到最高的山，让他看什么？看世界跟世界的荣华。对他说：“你若服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”当然，我们清楚知道，耶稣说：“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来要侍奉他。”我们来看耶稣有没有受这一方面的试探？不只是他在试探上受试探，当他给5000人吃饱的时候，结果是什么？众人要来拥护他做王。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，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卖产品，简单的起头，我们就去旷野去退休。那些人得饼得鱼吃饱之后，他们觉得哇，这个当我们的王太棒了。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想要怎么样？名声，想要权力，想要拥有。我神学院毕业之后，在教会侍奉，我曾经跟上帝讲说：“上帝啊，我要像赵又基牧师一样，在台湾建立一个70万人的教会。上帝啊，让我像康熙牧师一样，哇！你看年轻人10年从12个变成1200个。我要像艾克曼牧师一样，在俄罗斯他建立1200间教会。你知道，当我这样越祷告，我就压力越沉重。”越祷告的压力越沉重，后来发现我传道传不下去，那不是主所要的。后来我才清楚明白，神要我做的就是你自己，给你多少恩膏，给你多少恩赐，给你多少力量，给你什么样的环境，你只要紧紧跟随耶稣就好。生命被耶稣这样来塑造，我们看到。一个跟随耶稣的人，当你将来在面对侍奉的时候，一定会遭受到这些的试探，而且不止一次。我们看到第二方面，耶稣教导我们得胜的秘诀是什么？经上记得说，靠神话，所以圣经读熟非常重要，还有圣经的运用也非常重要。第三方面，效法主耶稣服事的态度跟心智。第一，耶稣洗门徒的脚。耶稣跟门徒吃最后晚餐，其实耶稣已经讲了，在他们当中有人要卖他。耶稣教导门徒一个最难的功课，我发现现在在我们教会界也是最难的功课。耶稣竖起腰来，端了盆水。披上毛巾，就帮门徒洗脚。彼得跟耶稣的对话，我觉得那是非常经典，要去注意听。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你不能洗我。”耶稣说什么？“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分；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分。”我们侍奉，我们跟随耶稣，如果没有先被耶稣服侍，我们就不晓得要怎么样去服侍。很多是因为生命的经历，我们才会知道，原来服侍不是我想我认为的，不是人家教导的那些公式，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方向。耶稣洗门徒脚的时候是夫子，却是仆人的服侍。他要门徒效法，彼此洗脚，不是洗外邦人的脚。
不是洗教会外面的人脚，是门徒彼此之间洗脚。你知道这功课多难？我们说夫妻就好，哪一对夫妻不会吵架？会吵架都是因为小事，会吵架是因为在生活当中看不得对方的，所以心中会有疙瘩，之后就会出来。要彼此洗脚，你真的会愿意吗？同工生活在一起，我们一起跟随主，我们一起侍奉神，我们真的就看了能够彼此顺眼吗？你会发现耶稣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教门徒，帮门徒洗脚，来告诉他们说：“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你们要效法我，你们要彼此洗脚，彼此服侍。这个在门徒当中是最难的，却是最重要的。第二方面，做多人的赎价。他有2个门徒，托他妈妈去跟耶稣官说。”说啊，将来让我的2个儿子在你的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我们想说这2个人关说大概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关说是他们的事。但是你注意看圣经后面接下来记载是另外10个门徒，每一个人都很生气，因为那都是他们想要追求的，侍奉神想要追求的功名。因为耶稣提到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。所以他们知道耶稣将来要做王，所以我们现在赶快跟耶稣定位置。现在很流行定位啊，挂号。但耶稣说：“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”那后来耶稣又说：“我所喝的杯，你们必要喝。只是坐在我旁边的，是父所预备的。”耶稣说什么？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你要跟随耶稣，你就必须要有必死的决心，不然你很难跟下去。我们看到彼此的服侍还要舍命，接下来还要牺牲，牺牲生命完成救赎的服侍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为什么要祷告那么迫切？曾经有一个弟兄，他问牧师，要不要让一个牧师来你们教会这边教导？哇，他教导客西马尼园祷告很棒，你可以祷告3个小时。我说，你说他教导很棒，那请问你受过他教导之后，你祷告有3个小时吗？弟兄突然愣住了，停了5秒钟说没有。2个小时有没有？没有。1个小时呢？偶尔。我说，当你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当你面对到你生命过不去的时候，不要说3个小时，3天3个礼拜你都能够祷告，不要人教。耶稣面对他生命的关口，他是神，但是他却要来完成这救赎的时候，他生命要牺牲，他会痛。所以耶稣在那里祷告，路加福音说，他的血脸像什么？他的汗像血点，祷告那么迫切，那是非常挣扎的。最后他祷告说：“父啊，照你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”为什么要3个小时的祷告？祷告到你真的愿意顺服。我们祷告不是祷告神顺服我们，我们要祷告我们愿意顺服神，那才是真正的祷告。我们看到。效法主耶稣服侍的态度跟心志是道成肉身、谦卑的服侍。传道人要侍奉，很多时候碰到一些有口难言、有苦说不清的。你很难去跟人分享的，你分享的也没有人会说啊，牧师辛苦了，牧师你我们怎么样？你会发现到，甚至有认为你传道人本来就应该。就像耶稣为我们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每一个人都那么高兴、欢喜接受他。所以道成肉身、谦卑的服侍。第4方面，领受主耶稣差遣遵行大使命。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。耶稣
要复活升天之前，招聚他的门徒，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。耶稣为什么要跟他的门徒讲到这权柄的问题？今天在台湾的教会很喜欢讲权柄，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事。当你是一个主事者，当你是一个领导的时候，讲权柄，小心往往都在讲你自己。我有权柄，你们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。神有权柄，神也授予我们权柄，但我们权柄懂不懂得我们的位分，那是非常重要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。是给耶稣基督做什么？让他的门徒知道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。接下来，耶稣把他们差遣出去，所以我们要去有一个目标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，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还要做这件事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有施洗跟没有施洗是不一样的。一般人都会很清楚知道，有施洗就归属耶稣，没有施洗是没关系，心里相信，要后悔还来得及。有人跟我分享，牧师，我受洗之后，发现我的心就定了，我就知道我是属主耶稣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侍奉不是只有传福音，侍奉不是只有教导人、带领人成为耶稣的门徒，还要他能够愿意决志来跟随主。第三方面，耶稣说要教训他们遵守主所吩咐的。耶稣为两种人祷告，父啊，求你使他们合而为一。耶稣为哪两种人祷告？第一个是为他的门徒，第二个是为听他门徒的话而相信耶稣的人。所以教会的合一不是主啊，求你让这个教，让这个教，我们万教归一就是合一。我们看到耶稣讲的、教的非常清楚，那个指向性。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，我们被耶稣所召，我们要经历他、认识他、跟随他。所以我们看见，这是主同在的侍奉。最后结论，我们来想一想，跟随耶稣做主门徒，你必要有这些条件。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一件事，不要圣经读熟了就以为自己是先知，因为圣灵会告诉我们将来的事，所以也有圣灵的恩赐是让我们是有先知的恩赐，未来的事他会告诉我们。甚至有时候我们读圣经都知道，哇，历史的脉络是这样。甚至在教会里头有一些混乱，有人就知道这个事情发生，接下来就是怎么样。说不，神的作为会超出你所想象的。我们宁愿听从神，不要自己自作主张。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，你必要有的这些条件。第一，过群体的生活。不单我们现在在神学院过群体的生活，将来当你到教会去侍奉的时候，也要跟其他传道人一同来追求主、跟随主。第二方面，熟读圣经。不只是为了侍奉，因为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认识神不清，很多时候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会误导别人。我们需要对主认识，我们需要经历他，我们更需要在他的话里头来下功夫。再来，我们要效法主耶稣。主耶稣怎么样跟父的关系那么好？所以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，父啊，求你使他们合为一，像我们合为一一样。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。事工不是耶稣基督，事工不是主。侍奉主不一定是事工，但他也是事工。我们必须要去明白这些，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要效法主的是什么。在教会里头很强调事工。但是没有生命去对付的时候，工作做了，刚开始做计划的工作之后，彼此有怨言，彼此不舒服，那是错的。我们在基督里头，你会看到圣人的工作，
当保罗、希拉他们是在一起祷告，然后圣灵对他们说：“为我差派保罗跟希拉，保罗跟巴拿巴去哪里？去哪里？”他们领受了，他们分享了，验证了之后，就被差派出去了。现在是做计划的时代，你去教会侍奉，长子就会让做计划。你计划做了，达不到还要被检讨，达到了还要再要求再做计划。你会发现，我们不能陷溺在那种世界的捆绑和辖制里头。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做计划，但是往往我们经历到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变化赶不上一通电话，一通电话就可以把你翻了。但是我们仍然还是要做计划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是效法主，第四方面要热忱深入的为圣。不管我们遭遇到什么，就是回到主的面前，那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他才是我生命的主。我这一生愿意侍奉他，是因为他给我的恩典。我可以走世界的道路，一路溜溜去，我为什么一定要跟随耶稣？但是，当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？这是我们需要问：我为什么要信耶稣？我跟弟兄姊妹讲，要做一件事：你信耶稣，耶稣就是要你的命。这个不是威胁，这是耶稣讲得很清楚的事。凡为我上吊生命的，就得着生命；凡要保守自己生命的，反而上吊生命。所以耶稣说：人要跟从我。这些条件，再来，耶稣还要讲一件事，这是我对每一个要信主的人告诉他的一件事，也是耶稣所说的。有一个大将带着1万兵要去跟带领2万兵的攻打，要先坐下来计算能不能打赢，如果不能打赢，赶快去跟他求和解。另外一个人要盖一座楼，要先计划能不能盖成，免得盖到一半的时候盖不成，让人笑话。同样，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是你信耶稣，上帝就赐福你；信耶稣，哇，你看上帝对你多好。信耶稣，耶稣要他的命，要他成为耶稣的门徒，一生来跟随他。他是领受上帝的爱，领受神的赐福，也是要成为敬拜神、侍奉神的见证人跟传扬主名的人。耶稣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”耶稣呼召人，呼召他的门徒，不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相信神，乃是耶稣把天国带下来。耶稣给跟随他人权柄，能够医病开胃，让神的国、神的全能真的在这地上彰显。基督的信仰是生活，不是宗教。基督的信仰是生命。耶稣说：“我来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”我愿我们每一个当传道的人，我们相信耶稣、跟随主的人，做主他门徒。第一，我们自己要先清楚；再来，当有人要信耶稣的时候，你必须告诉他清楚，免得他用迷信来跟随耶稣，那我们传道人就会害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懂得计算，让我们懂得神的心意，让我们行在他光中之后，他成为我们随时帮助。即使我们在侍奉，在最艰难的时候，都能够清楚知道他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成为我们一生的救赎以及很大的祝福。主，让我们也这有福，能够被主所召，来成为跟随耶稣的人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熟悉你的话，让我们更专注在你。主，让我们跟随你的时候，真的明白你的心意，不是按着我们所想的，乃是按着神你所说的。主，我愿你继续的教导、帮助、对付我们这一个愿意来跟随你的生命。
愿主的名得荣耀，愿意神使用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谢谢恩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